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的小小单元要跟大家说的是日治时期摩登原住民的小小故事。开始喽！哒哒，日治时期的现代化不是只属于白浪，连原住民亲爱的父老兄弟先生，怎么了吗？也被拎着一起现代化。总督府早期沿用清代的爱永线来防范原住民，因为日治时期连平地都反抗得乱七八糟，所以对日本人来说，只要山上的同胞不要下来猎人头就没事啦。你搞定了吗？但到了第5任总督，走九间有马太，好，又走间泽马太，好，走九间泽马太 ，online。平地的统治已经非常稳固，为了进一步控制山区，取得丰富的山林资源。1906年开始，日本不惜动用国家资本与武力来对付原住民，除了架设幕墙、电网，推进爱永线，更在1910年开始实施5年理番计划，最后终于用武力硬招降了山地原住民。后来总督府邀请各地原住民头目到日本去参观，让他们看看军舰大炮飞来飞去，看看日本那么强那么大，想要先吓他，使他们不敢跟日本对抗。日本同时也利用警察逮灵监督原住民部落，并从孩童的教育不能等开始，希望可以改变他们的文化和习俗。但日本美其名是用现代化与先进，对原住民朋友来说，却也是文化习俗的破坏。像是部落头目的权威被警察逮灵给取代，或是出草等习俗被视为野蛮的、违法的、该禁绝的文化。种种买大送小的冲突，让同胞们心中的一把火有保留。哒哒，终于在1930年爆发下掉总督府一身毛的反抗事件，也就是路人皆知的雾社事件。叫我呀。是啊，蒙住。日治中期以为是泰雅族，实际上却是赛德克族的原住民群起反抗，结果原日双方都死伤惨重。其中雾社事件的领袖莫那鲁道曾经去过日本见识帝国国威，明知道反抗日本会被狙击，又为什么还是要硬的带着族人走向这条道路呢？这大概只有莫那本人在彩虹桥上才能说得清楚啦。就这个摩登原住民的小小故事，我们可以想想，究竟日本带来的现代化对原住民来说真的是一种进步吗？而莫那鲁道是否真的想抗日，还是单纯的在抗暴呢？这跟我们常听到的抗日英雄又有什么差别？大家写一张 A4， 明天交给我啊。回到正题，当我们试着从没有文字的原住民观点来抗这段历史的时候，人们心中带来现代化的好人好事代表，从原住民的角度来看，瞬间就占我大屋夺我田。究竟眼前的黑是不是黑？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好的，今天的小小故事就说到这边，哒啦，拜拜。嗨，收工！耶，终于可以去唱歌了。林晨，怎样？听说你是原住民啊？对啊，我是阿美族的。那你唱首歌来听听啊。奇怪呢，你个本地人，干嘛给你一我吃不懂呀？你哪里来的刻板印象呢？但是我还是可以唱2首啊。老师音乐。你看哪里有只黑皮？你看哪里有只黑皮 ？Happy baby yo Happ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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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 yo。你看哪里有只蓝的？你看哪里有只蓝的？蓝的咕咕咕哟 Happy baby y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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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订阅挂在哪里？你看订阅挂在哪里？订阅按看哟，蓝的咕咕咕哟 Happy baby yo Happy baby yo Happy baby yo。